俄罗斯提出了和平解决冲突的6条件，梅德韦杰夫要乌方下跪，证明俄方的信心大增。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彦少。随着乌克兰军队的大反攻持续，俄乌双方在战场上较量出现了新的变化，以袭击对方交通线为标志的消耗战的特点愈发明显，而且还出现了攻击对方海上目标的西船战和对纵深民用目标袭击的超限战。乌克兰军队在前线打得并不好，可能导致其更愿意使用其他手段来折腾俄罗斯。而俄罗斯军人在前线攻不动，也寄希望于通过远程打击手段来打服乌克兰。考虑到乌克兰战场出现了固化的趋势，再加上在沙特举行的有近40个国家参加的国际社会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会议，给人一种俄罗斯更加孤立，和平谈判就会到来的印象。随后，乌克兰官方再次强调拒绝通过停火的方式推动乌克兰危机的和谈，这又让很多人看不懂了。其实，这也充分证明我们此前在节目中的判断：乌克兰让沙特组织此次会议，无非就是为了拉着南方国家一起孤立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谈判解决前景，目前存在着几种观点：一是由于乌克兰的反攻进展不如预期，遭到西方国家的施压，要求与俄罗斯谈判；二是乌克兰坚决不同意停火，也不与普京谈判；三是俄罗斯同意展开谈判。如果你把这3个情况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似乎乌克兰在涉及战与谈的问题上更加强硬，而俄罗斯呢，则从来没有说过不谈判，只不过不会放弃已经并入的乌克兰领土。但是，当我们把目光看向被孤立的俄罗斯时，情况则完全相反。也就是说，俄罗斯嘴上讲的同意谈，而实际态度呢，则非常强硬，甚至都从来不把乌克兰当成是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对沙特会议的回应称，只有在冲突双方参与谈判并考虑到当前现实，包括俄罗斯新地区的情况下，乌克兰问题谈判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他还强调，谈判本身没有必要，敌人应该跪下祈求宽恕。而且谈判时必须要考虑历史背景，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在1991年以前从未存在过，它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当然也要考虑当前的现实，乌克兰正处于半解体状态，部分领土已经回归俄罗斯。这里的核心思想就是，俄罗斯军队会先把乌克兰打服，不认可乌克兰当前的领土诉求，并入俄罗斯的领土已成现实。几乎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并不反对谈判，但是乌克兰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承认克里米亚和乌东4州为俄罗斯领土；乌克兰必须实现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乌克兰必须维持中立、不结盟和无核状态；乌克兰必须维护讲俄语的乌克兰公民和少数民族的所有权益；乌克兰必须执行全面停战和停止恐怖活动；西方国家停止向乌克兰供应武器。所以，虽然乌克兰自认为是整个西方的反俄英雄，但是仗打到现在，俄罗斯仍然认为乌克兰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必须接受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一定实现的这么一个现实。再加上要求西方国家停止军援，要求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这等于挑战了乌克兰当前的民意和西方国家所坚持的价值观。俄罗斯之所以这么强硬，只能证明几点：首先，当前的乌克兰消耗战已经被俄罗斯社会和政府所接受，愿意继续打下去；第二，俄罗斯已经认清现实，只有获得军事优势和胜利，才能得到在谈判中所得不到的；第三，俄罗斯国防部认为自己有信心抵挡住乌军的任何反攻。所以，乌克兰危机不管举办多少次和平谈判国际会议，
不管乌克兰得到多少国家的支持，都无法忽视俄罗斯的诉求而获得和平。当然，乌克兰其实也明白这一点，他们也许只是在塑造一种让俄罗斯更加孤立的态势。俄乌冲突将走向何方，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俄罗斯的信心大增却是真的。